拜登是不是在卸任之前要为乌克兰最后一搏？现在传出来，拜登送的大礼呀，是不是要把这场俄乌战争这个挑到最高极限呢？因为他要把苏联解体之后的核武归还给乌克兰嘛，这是美国官员暗示说，哎呦，拜登好像打算这么做，要把这个1500件核武当中包含了176枚的这个洲际飞弹，还有可以携带1240枚的核弹头，42架的战略轰炸机，然后可以携带336枚的核弹头，这些要归还给乌克兰，所以就可以让乌克兰产生强大的这个核武能力、巨大的威慑力哦，也可以为战后的基辅来提供安全保障，然后储备足够的武器库哦，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那乌克兰会动用吗？会让这场战争直接升级为核战吗？在目前乌克兰使用英美提供的飞弹接连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包含了俄罗斯的机场啊、弹药库啊、训练场啊，都有受到一些攻击哦。那所以最近呢，俄罗斯也感受到这个战争升级的这个情况，所以俄罗斯也在酝酿着反击当中。那这个真果树的飞弹哦，就有不同的翻译。那现在目前泽伦斯基说正在检查这个真果树啊。那我看到像是有一些英国媒体讲说，这个真果树真的是不容小觑哦，因为全欧洲应该都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哦，所以这其实就是在普京提供给这个所有的欧洲国家一个讯号，就是你们不要真的逼得我用这个真果树载着核弹头来打击你们哦。那所以我们看这个泽伦斯基在讲，正在研究应对方法，正在跟合作伙伴一起在研究这个飞弹残骸哦，在找寻应对俄罗斯要升级的办法。但是乌克兰官员表示，现在目前没有看过这款飞弹哦，基辅将要进一步采取研究。那另外，俄罗斯的媒体讲说，俄军现在已经进入了库拉霍夫市的中心。泽伦斯基讲说，这个看起来乌军正在努力控制态势啊，因为在扎波罗热的方向感觉到了威胁。也就是说，现在俄罗斯正在加强最大的力度，在这场战争的这个等于说1000天之后哦，拉升了他的攻势，是不是要在1月20号之前赶快把这些乌东也好，或者是库斯克也好，全部通通都拿下来，然后再进到谈判桌上。那另外我们看看克宫有讲，他说呢，这个川普团队跟拜登团队哦，有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佩斯科夫讲的。他说，川普的圈子在讨论着乌克兰的和平方案，但是拜登呢，却是试图要升高冲突。那就连北约现在都已经感受到威胁了，因为如果一旦川普退场的话，是不是北约要自己下战场呢？欧洲现在已经在讨论是不是要向乌克兰来派遣军队了。那所以最明显的就是英法现在在考虑了。英法呢，这个根据英国的军方人士，他们向世界报透露，英国跟法国正在国防合作上面进行讨论哦，是不是要在欧洲设立盟邦，还有一个核心的机制来重点关注乌克兰以及更广泛的欧洲安全呢？因为一旦变成了核战的话，恐怕欧洲也是全面的牵连其中。那现在更让大家瞩目到的是，朝鲜战争已经变成在乌克兰的境内要开打了吗？因为现在乌克兰的媒体讲说，北韩士兵哦乔装成俄罗斯远东少数民族来参战哦，他们已经在这个欧陆进行一些作战了。那还有卫星显示，北韩要提供给俄罗斯的飞弹 KN-23的制造厂也正在扩建当中，要用来打击乌克兰。那另一方面呢，南韩现在派出了脱北者，计划要进入到乌克兰来进行心理战哦。那乌克兰还说要派遣特使去访问南韩，就说因为北韩已经派兵改变了战局哦，所以南韩是不是也应该要加入这一场战局呢？所以南北韩不是在自己本身这个38度线这边打，反而跑到了乌克兰这一边开打了吗？让大家觉得说，哇，这场战争不但是欧洲牵连进来，连这个朝鲜半岛都牵连进来了，真的是要变成世界大战了吗？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没错，这个听说要把苏联留下来的核弹给任泽斯基啊，这是虽然有人讲是假新闻，有人说是放话，但是这个也是造成泽连斯基可能的一个最后底牌。至少这个话先放出来，让拜登这个做法很恶劣。眼看这个战争要结束了，
他就不让泽连斯基能够后退一步。对，这个姑且不论这1000多枚飞弹能不能用，不谈，至少你就是在挑衅俄罗斯，你要不要跟我来一个核子武器对决？那这个就真的世界大战开始了。对。那我们再看一个信息，跟这个也有关系。为什么那么 care 那个榛果飞弹呢？榛果树飞弹呢？因为这个是中程飞弹。我上次讲过，当很多年以前，美国跟俄国2个签署不发展中程飞弹，所以俄罗斯的中程飞弹并不多，它大量的是洲际飞弹。那最近在赶着生产这个榛果树飞弹，但是这个数量是不是能够威吓到泽连斯基？不止泽连斯基啊，那英法2国也要讲这个要出兵嘛，那你要面对整个北约了，所以他要北韩生产这个KN-23也是中程飞弹，因为只有中程飞弹才能够数量要够，能够震慑整个欧盟国家。这个英国很有意思啊，这几百年来啊，欧洲大陆只要有事他就要参加，标准的搅屎棍。俄国跟这个德国要干仗，他也要搅入；德法之战他也要搅入。你远远是一个偏远的山岛，你干嘛呢？他认为他的安全是在欧洲内陆里面有内乱，他就安全，所以他这个是个传统。但是德法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我觉得不高，因为这2个国家都不是强而有力的，打下去只有战争的后果很难预测。各位同胞，你想一想，乌克兰4000多万人口，打死的跟跑掉的1000万，台海要出了问题，2300万，你有600万人是要受害，你能逃哪里去？所以这个战争的威胁，就是这些无耻的政客在那里吵嘛。拜登你输了就输了嘛，留下一点，你不讲话，你不做事，至少拯救了很多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嘛。这个连乌克兰的老百姓都有53%宁愿失去领土要和谈。你想想，当年你70%、80%要支持战争的，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大的灾难，死亡这么多，流亡这么多，家破人亡以后你才承认呢？所以这个一早和谈不就解决了吗？所以现在的问题，眼看着我们全世界一步一步走上战争的深渊。如果说还没有说一个睿智的领袖提出一个刹车的话，你不要以为3次大战不可能了，1、2次大战的发生原因都不是很正大光明的，对，也不是很明显的，只要这个战争螺旋一升高就可能嘛。你像最近，我姑且不论这个放话的官员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至少对泽连斯基又要跟你抗到底的那个，或者是拿来和谈的。所以你看，俄罗斯现在拼命在扩张领土，他非要在你川普上任之前达到他所谓的战略目标的战略纵深。那换句话说，整个乌东就要拿掉了，这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这边加速进攻，泽连斯基是不是要想办法要撑到最后呢？对。所以这是无形中间又升高了俄乌战场上的，照理讲现在冰天雪地啊，但是应该有停顿或者稍懈的时候，我看是战火越打越烈。好，请教赖老师。联合国还是有裁军会议啊，联合国的体系里面还是有军控的这个机制在，所以在国际法上核不扩散原则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不扩散，这是基本的准则，也是符合国际法。如果美国真的把乌克兰的这些武器交给乌克兰，不要忘了当时乌克兰是前苏联的一个国家了因为它是联邦嘛，所以它原本是前苏联的一个邦。那前苏联的一个加盟邦，它本身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大分工，所以是由原来的莫斯科他们那边决定每个地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生产制造出来的核武。那生产制造出来这个核武，后来前苏联崩解，乌克兰本身瓦解，所以在乌克兰的土地上有很多俄罗斯的，就是前苏联的核武，有一部分就流到了欧洲，有一部分是被俄国把它换回来，就交换克里米亚半岛
的方式把它换回来。所以当时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跟折冲跟交易的一个条件。那现在如果说你美国因为乌克兰爆发战争跟俄罗斯，你把这些核武送回给这个乌克兰的话，你本身就已经破坏了这个无核武国不能够再使用核武、不能拥有核武的这个规定。我觉得美国不能公然违反国际法啊，这个是很危险的事。第二个就是乌克兰的军队跟乌克兰的政府是贪污腐败很严重的，大家都已经很明确的有看到他们有倒卖军火的情况，而且这个是经过北约的国家跟欧盟的国家认证的，也就是乌克兰的军队倒卖军火的情况很严重。你今天把这些核武送交给乌克兰，那乌克兰的军队如果把它倒卖给国际恐怖分子，那怎么办？对，美国你能确保这些核武不会被倒卖？我才不相信。我觉得这是第二个，不要到最后这些核武落在国际恐怖主义的身上的时候，用来打击你欧美，那我觉得到时候受其害的是自己。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如果要打核武战，乌克兰耐不起打。我们一般来讲，在研究这个战略的，我们都知道，打核武战一定要是国家土地大，它的承受力大。你国家小的几枚就没了，对，而大的可以承受更多的。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像这种小国要跟大国打核武战，我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简直是愚蠢至极，因为它会让这整个国家的人都灭光，这是不可以去玩的事情。我觉得拜登不能够因为自己选输，然后生怕川普成功的让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告一段落，然后大家把账算在拜登身上，拜登本身就想推卸责任，然后把事情搞得更乱。我觉得不可以这么不负责任的一个政治领袖啊，不能够不道德啊。好，岳老师。1990年的12月25号啊，我人在欧洲啊，苏联解体，然后俄罗斯啊、乌克兰啊，他们就是说开了个会，独立国协啊，成立一个独立国协，乌克兰才变成一个正式的一个独立国家。那个时候，他分到了整个苏联1/3的武器库啊，号称全世界第3大的核武国啊。然后呢，现在的话呢，当时的话呢，我那个时候人在那边的时候呢，感觉上世界和平有望啊。因为我必须坦白讲啊，长期来讲的话呢，在欧洲住的一个北大西洋公约，一个华沙公约，是华沙公约非常具有侵略性啊。北大西洋公约，我那时候住在比利时啊，那个它的总部在布鲁塞尔，就在我学校附近啊，怕得要命啊，害怕战争啊，所以当时大家心情非常乐观啊，认为世界和平有望。那现在好了，现在的话呢，整个世界和平啊，只剩下大国里头啊，联合国的5常国家当中啊，只有中国本身是坚持世界要和平的，其他都吵着要打仗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我必须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读书的时候啊，我们有个哲学家了，叫康德，他讲说永久和平嘛，没有人提倡永久战争嘛，所以大家心里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3个消息，第一个有关于乌克兰的话，重新恢复核武，那个时候的话呢，大家翻一翻历史里面清除的非常干净了。第二个的话呢，有关于英法要出兵到莫斯科去的话呢，还第3个的话呢，韩战又在打，不过打的地点可能是在俄乌边界。3个消息都不真实了，都是假消息了，发生的可能性几乎是0了。为什么呢？因为呢，首先第一个，今天这个战争呢，今天我跟你讲，大家保有了将近80年的太平岁月，哪来的？就是核武嘛，就是说是你不能够随便开这个玩笑，尤其是这边的讲法，我觉得《纽约时报》的这个透露的官员就跟我们那个三明治的水准差不多啊，有的某相关官员透露，那跟刚刚前面讲那个消息不是一模一样吗？透露谁啊？对不对？你讲清楚啊，什么理由啊？又靠什么呢？我跟你讲，现在拜登本身来讲的话呢，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觉得他最后剩下不到60天的时间。他要知错能改啊！他现在变成全世界最邪恶的人了。邪恶的人就是说，你完全不按照理性来推动，啊，这个永久战争啊，你凭什么推动战争？你知不知道乌克兰每一天要死多少人啊？你知不知道？不要讲别的啦，你没有暖气，没有天然气，你冻都冻死。你现在那个地方冷到什么程度？你有没有想过一点这种问题啊？你居然还能够笑着讲话什么步履蹒跚啊！然后呢，这个方向不明啊！你现在带动了美国本身
的发展上来讲，底下你接班的人马上告诉你，这个战争不能够再打下去了，因为钱不能再乱给了，因为实际上都变化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的国家因为民主一场选举，居然出现了比革命还严重的这种转变。美国本身出现了这种转变的话呢，导致大家全世界都很乱了。那英国跟法国都叫一叫，隔得那么远，你这边叫什么东西？你根本都没有办法嘛，对不对？而且我在那边住了很久，那个地方的人都养尊处优啊，对不对？那日子生活过得好得很。每一个人的话呢，一大早起来就喝啤酒的日子，突然变成要到乌克兰打仗，你开什么玩笑？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只能够下出一个结论：这3个消息，有关于乌克兰恢复它的核能力量、核武的力量，有关于的话，英法联军要参加跟俄罗斯作战，还有关于这个两韩要在这个俄乌边界打仗，都是假消息，都不可能。放话。放话没意思啊！民进党最会放话了，民进党放话一大堆，放话内容非常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哦，因为川普又祭出了新一波的制裁，他说接下来要对中国大陆加征10%的关税。那同样，这个邻国的加拿大、墨西哥也在其中哦。那他们加征的关税还更多呢。来看一下，他说上任之后哦，他已经宣布了第一波制裁对象了，就是中国大陆要加征10%，那墨西哥跟加拿大的进口到美国的所有产品要加征到25%哦。他这挥下了关税大棒哦，就有专家讲说，恐怕会加速中国大陆的企业全球化的进程哦，因为这个关税嘛，他们可能为了要绕开川普的关税障碍，可能会采取一些海外并购的方式哦，来绕开这个关税。加征关税的这样的一个阻碍。那再来，现在看起来哦，彭博资讯又讲说，中国大陆今年最后一季的出口成长幅度加速到7%哦，比起美国大选10月之前的5%还大幅度的提升哦，所以看起来整体来说，今年的出口额可能会到3.5兆美元，那这也是创下2022年以来的这个记录，因为大家客户都要赶在川普上任之前赶紧下单啊，不然的话，在明年再下单，恐怕价格就会变贵哦。那李显龙就讲了，他说，新加坡对于大陆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大陆会不断的发展，在繁荣昌盛的进程当中足够在国际的舞台上扮演重要的建设角色。草率的否定大陆的影响力是目光短浅而且不明智的做法。大陆的发展是一项100年大计哦，那现在目前已经证明。它能够采取战略视角，维持一贯长期的政策跟方向，而且稳健来应对发展中的一些短暂起伏所以它是肯定说，在未来的这一场角力当中，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是你绝对不能够轻看的。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很多的企业积极的要赶快来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卡位，或者是说，这个布局的更深入一点。今天开始这个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因为川普就是打着要断链嘛，就要变成2个世界，有这个美国的供应链的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态，跟中国大陆的供应链生态那现在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库克来了，他是今年第3度来北京他还强调说中国的市场很重要。这次来其实非常多，从11月26号到30号这一场这个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这个链博会，有69个国家，还有700家的展场的厂商进驻库克第3度来，那他讲说呢，这个也是他第一次来出席这个链博会。他讲到啦，对于苹果供应链来说，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苹果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他讲了这一番话，等于是完全站在中国大陆这一边，在讲说我是不会去断链的因为这个断链对我们来说，企业来说太伤了。那他还出席了这个中国美国商会跟李强会面，这个消息曝光，人家讲说有可能是代表着苹果的 AI 在大陆核准的可能性大增，而且现在目前中国大陆这个年底车市也是竞争非常激烈。特斯拉在昨天宣布在大陆市场的 Model Y 这个车款呢，
呢要减价1万块人民币，要促销啊，就代表说面对到大陆这个新能源车的等于说夹击，现在特斯拉也要赶快这个绷紧神经哦。那当然，今天大家最瞩目的就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就是华为的新品发表会哦。那华为他们讲到说，我们这个品牌盛典不见不散，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来看一下画面哦，就是由余承东来主持的。那这相关的画面呢，其实有包含了 Mate 70的新机啊，也曝光了。Mate 70呢，它其实这一次有包含了非凡系列，还有 Pro Plus 系列，还有这个 Pro 系列哦。另外还有这个折叠机 Mate X6 系列呢，其实整体来说预约人数已经是突破了400万人。而且呢，这一次最让大家所瞩目的就是有这个鸿蒙系统，纯血鸿蒙系统哦。也就是说，它不再依靠 Android 系统，而是用它自己的纯血鸿蒙系统。他说，1年之内要有10万个城市上架，而且许多适用到这个鸿蒙系统里面的微信的人都讲说，用起来更丝滑了，比起 Android 系统或是 iOS 系统里面的微信，更加提升它的功能以及它的这个安全性跟保密性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金融时报》就讲，这个纯血鸿蒙的问世代表一个讯号，叫做中美关系回不去了。因为中国大陆它自己有了自己的系统，它已经可以自主开发，它不用再依靠你了。未来就会成为科技生态系统分道扬镳的一个起始点，就从今天开始。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里面的消息当中啊，今天上午的财经消息让人最意外的。就是事前讲的很狠啊，这是60%、100%、200%的，那搞了半天10%对大陆，结果反而对于墨西哥跟加拿大25%，原来讲到25%是，我觉得的话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贝森特的影响了。啊，因为贝森特的话呢，本身来讲都是务实主义派。我觉得川普现在的内阁当中啊，有2个很聪明的人啊，一个是马斯克，另外一个是贝森特。贝森特本身非常有经验，他说过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关税是谈判的条件呢，关税本身不是目的啊，关税之后加关税或减关税后面有想法，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嘛，这个大陆本身来讲，经济要发展靠3头马车，第一个就是出口，第二个就是投资，第3个就是消费嘛。现在的话呢，那个消费跟投资啊都拉不起来嘛，出口本身来讲，对大陆来讲是一个经济维持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那大陆目前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是要摆脱中产阶级陷阱，所以大家听到这个好消息不断啊，连这个珠海的航空展都在卖军事的装备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话要说回来了，那个李显龙，新加坡的话呢，对于大陆的经济来讲是比较有远见的了。因为我自己的话呢，到福州高新区去参加他们那个无人机小镇的时候，就看到里面的话呢，他们第一批的话呢卖出去就是那个消防无人机里面参观的很多就是新加坡来的那个 CEO，就是要看，就是说消防的设备就是要新加坡那边能够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说大陆本身发展现在是一个经济的转型期，大陆经济的转型期的其中的话呢有2个原则，我觉得非常重要。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呢任何情况下，只要你不说明了跟我脱干断裂，我绝对深深的拥抱你。大陆最近开放了很多国家，包含日本跟美国都免签入中国。那中国的话呢，基本上没有得到相对的待遇，所以说大陆本身为了要跟国际关系做好，只要你有机会，像库克就讲得非常明白，只要你有机会的话呢，认知到中国市场的伟大，认知到中国市场的巨大，那么这个苹果在这边发展上来讲的话，我必须要强调大陆有非常多人喜欢苹果手机美国人有几个人知道华为就是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下来，大陆都一样的能够忍耐下来，因为这个鸿蒙当中的生态系统慢慢发展，其实讲起来非常重要。然后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大陆目前在经济上的发展是以这种技术能量为主当然我必须强调这个发展的过程需要时间，但是假以时日终必有成那么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因为以华为的这种发展的力量的话呢，一直不断的在发展，一直不断的在出现新的手机，就是从那个 Mate 60 Pro 开始，我们就已经多少次了，对不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手机啦、新能源车啦，然后这个无人机啦，然后这各式各样的军事用备什么的军事装备我所以最后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这一次的珠海航空展当中，它卖的不是只有飞机它里面包含了一个
综合的这种陆军的综合旅啊，他连这个武器都对外输出，这个表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在世界上要扮演很大的影响力来维持自己的经济。好，请教赖老师。川普对于芬太尼的问题他想要用关税战，但是他的外加是在于他原来扬言的60%再加10%而不是从60%减成10%，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异性外加再加上去这样的一个的方式。那芬太尼会进入美国，有几个管道，一个是合法的管道，也就是医疗的申请进口。那这个就涉及到美国自己本身对于医疗的这些药品的使用有没有腐烂，有没有泄露出去自己的管理问题。所以当时在拜登政府跟中国大陆在谈判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就谈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你自己应该要管好你自己的医疗机构，你的医疗机构向中国大陆来进口的时候，这是医疗用品，那是有这个账可查的，卖出去多少到你那边。另外一个管道就是走私了，走私了，那当然有一部分就是从莫斯科，但是并不是都从中国大陆那边走私进来的，它的来源国很多的地方。那来源国很多地方到了，但是对美国人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本身第一个爱吃毒品人太多了，包括政客，像那个后来到最后怕被审查的那个逃掉的那个司法部准部长，他就是一个喜欢吃毒品的人。美国有多少好莱坞人喜欢吃毒品？有多少政客喜欢吃毒品？有多少的年轻人喜欢吃毒品？自己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爱吃毒品，不好好去管理，然后却把责任算在别人身上，这叫做莫名其妙然后以为关税大战就可以来解决问题。其实我觉得川普的关税我高度怀疑了。为什么？你是全面性关税吗？还是选择性？也就是说你是不管什么，包括卫生纸、医疗用品、药品，什么什么什么，你只要是中国大陆出产的都60%的关税，有可能吗？不可能嘛？那你到底是选择哪一些关税，选择哪一些不关税？第二个，你以为别人都是吃素的别人不会给你课征关税你课征我也课征你嘛。现在欧盟冯德莱恩一个如此崇美、亲美、甜美的人，他现在都为了欧盟，很有可能美国要对他实施关税，他也在准备打贸易战嘛。那也就是欧盟也会对美国实施贸易的报复制裁嘛。那你美国，你以为只有你可以给别人课征关税，别人不能够给你课征关税？我觉得没有这么一回事从来没有这种一回事。所以一张嘴每天在讲关税，坦白说有什么好怕的？谁怕？我也不觉得真的有那么多人国家怕的要死，没有那么厉害啦。你课人家关税，人家也课你关税，并不是只有你能够课啦。将军，这个东西大家看这个问题也不必想象中没那么严重你要晓得，政客跟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政客，我开出去的竞选支票兑现10%就不得了了，兑现1%我也交代了。那商人呢是先破再立，就是说先打破你原有的这个规矩，我给你加，然后再减，这叫 bargain。我跟你讲，商品就是赖老师讲的，不是每样都要磕，有的还搞不好还零关税都不一定，看他需求嘛，对，来源嘛，这个货只有他有，我非买不可，那你要不要？对，那对伤害大陆经济的，我非要磕嘛，我就打击你的经济嘛。所以这个问题，各位想一想你要讲他的3大目标，移民问题，1200万你怎么移对，我告诉你，将来会变什么呢？凡是在农场里面做的，工厂里面有职业的，不可或缺的劳力，不移，我不移。那个吸毒的、街上游荡的，我移。日落条款，这些东西就弄个几十万人出去就有交代了嘛。媒体一拍，你看每天有几万人出去。第二个，你对这些非法移民更残酷。那雇主说，你要我给你开这张证明，你的工资要不要压得更低以前这种黑工就碰过这种事你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敢断言，表面工作做一下。那等你看那个淘金的那个泥巴丢到水里面摇到最后是他要的。那前面这一段关税战移民战，那都在摇到最后取得他最大的利益。
我不是早讲过吗？川普那3大法宝嘛，第一个叫敛财嘛，全世界收保护费，第二个加关税，为什么他任期只有4年呢？这一笔就够他开销了。第二个就是开源嘛，节流啊，马斯克你给我裁，共和党的传统主张就是小政府，对不对？那这个裁下去，今天会引起内部反弹，对不对？说以前那种传统的大佬大臣呢，他当然不用嘛。你一讲他就反对嘛，这个不对那个不行。他用的这些是小将，忠诚度第一，他妈老子非让干不可。你们要不认可了，我再换。川普不是演过吗 ？You fire， 替罪羊嘛，开除几个有什么关系？后来的还是那一套嘛，说换就换，他就不会用那以前有国防部长候选的。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来看看啊，因为马上就在明天呢，这个马龙跟杨倩就要来台湾了。这一次也是受到了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的邀请，但是呢，《自由时报》立刻就坐不住了。今天马上有这个独家消息啊，那当然是为了要这个抹红，或者是说，又要挑起了这个两岸对立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哦。他就说这是一种统战，他们讲说这个马龙跟杨倩是中共的这个共产党的党员，马英九所邀请的这个终身团由共青团、共产党所组成哦。那这是谁放的话呢？叫做不具名的官员放话，说该团清一色都是共青团的团员哦，还有共产党的党员。那马龙跟杨倩尽管是这个奥运赛场上面的冠军哦，但是同样有这个共产党党员的身份。那所以他们就讲说，这个团不一般，不是一般的学生哦。他们特别挑了金牌选手来宣扬中国很厉害，明显是要来统战哦。那人家觉得很奇怪啊，那过去来的很多陆团不也都是这个共产党的党员吗？有达到什么统战效果吗？好像也没有，人家就是来参访而已，是一个交流而已嘛。那你看到共产党的党员，你就会怎么样吗？就是好像有一点小题大做，但是不管啦，反正这是自由时报对待他们同温层要讲的话。那所以我们看到萧旭岑就讲说，这种放话的不具名官员是台湾之耻，在陆生团到访前一天这样子放话、造谣、抹黑，一天到晚怕统战，台湾人自信到哪里去啦？为什么有这种不具名的官员跟侧翼学者要自我矮化？有这样的官员学者真的是丢台湾人的脸。其实去年也是同样的道路同样是知情的官员放话给这个自由时报，然后不具名的知情官员每年都要出来一趟然后讲说又是共青团又是党员然后就说马英九基金会邀巨资请他们来统战这个戏码就是一再上演那所以现在呢，看到这个川普即将要回归就有大陆的学者讲说，应该川普返回白宫之后呢，中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面矛盾可能会更加激化，那北京就会强化这个涉美促统以及恶毒促融的政策那来作为未来的一个主轴了。那再来今天还有一番震撼的话是来自于马斯克直接 diss 这个 F-35他说这个只有傻瓜才造 F-35这已经过时了。那在很奇妙的，我看到我们台湾的媒体都是讲说马斯克抛出一段无人机的画面，然后就说diss F-35。那事实上呢，马斯克抛出来这一段画面是大陆的无人机蜂群的那一段画面我们是不是媒体都刻意淡化这件事情明明是大陆的无人机，让马斯克有感而发，就说这种时空这现在已经是无人机的空战未来了，为什么还会有一堆这 idiots 还坚持在制作 F-35他说这种 F-35的设计根本就是狗屎，他骂得很凶所以你看这马斯克讲这一番话在台湾又变成了另外一段就是要特别去中化的这样的一个报道这到底是在掩盖什么呢？那我们看看这个美国现在目前大手笔他们的 F-35新采购协议曝光了，那他们这个跟
跟洛克希德马丁哦，在11月22号，向美国的军文网站呢，他们就是证实了，就是说第18批跟第19批的 F-35战机合约已经达成所谓的握手协议哦，也就是说，现在看起来美国自己也要再添购 F-35，让马斯克可能觉得很不爽。但是马斯克骂完 F-35是垃圾，直接影响到洛克希德马丁的股价。跌了3%哦，所以这个这未来的这个战场，可能马斯克因为他是科技人嘛，所以他的看法可能是不太一样的。那再来，美国不是一直叫我们要打一个无人机，就是要把什么台海变成一个无人机地狱吗？那这次让大家诟病的事情是，奇怪了，美国跟我们报价哦，怎么突然减半？就是我们那时候要买一些攻击型无人机，那时候我们包含了685套杀伤型的弹簧刀300，以及291套反装甲的这个 Altius600M 型。那去年向立法院提出的时候，金额是60亿哦。结果今年6月，美国五角大厦的公告却是高达115亿元，8月底又变成了55亿元，怎么忽高忽低呀？那这个顾立雄也不去解释为什么一下高一下低哦。那他就讲说，那就代表说我们这多出来60亿可以再多买一些呀，就是这个报价可以这么随便的吗？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印太现在的紧张，因为大陆的隐形战机哦，他们军方公开了一个这个反隐形雷达失效的材料。那根据实验室的测试证明，这个材料有效吸收来自不同角度的低频电磁波，那厚度相当于只有2张影印纸哦。那以往认为这是不可能达成的技术，但是显然他们这样子未来可以让这个隐形战机雷达是抓不到的，它可以把这些低频的电磁波全部都就是吸收掉，所以你就查不到它的踪迹。还有大陆也公开了这个东风100巡航导弹性能指标，那这其实是远超过美国的战斧导弹哦。这个东风100是新一代的陆基超音速巡航导弹，它有超人的这个性能啊，射程是3000到4000公里，速度高达4马赫。那陆媒就讲说呢，它持有高突防以及亚音速导弹的超高打击精度的优点哦，这个讲起来有点绕口。那总之呢，它是这个第2岛链的杀手哦，所以它造价比起弹道的导弹、飞弹还有高超音速的导弹都来得更加的便宜。另外，在这个东南海域哦，就052D 舰，它在这边出现了一个对峙的情况，就是有外舰靠近哦，结果呢，这个中国大陆的东海舰队呢，他们就披露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有跟这个外舰然后对峙的状况，所以这个太原舰奉命拦截了驱逐了这个外舰。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就是也显现出来，其实在南海哦这个地方，东南海域这边其实是不太平静的。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呢？第一个，这个太原舰呢，这个把炮一卸了，展示一个很强硬的态度啊，来对抗美国的这个军舰的威胁，这个其来有自啊。因为我记得很早以前习近平就讲了，招之即来，来之即能打，打了即能胜嘛啊，就是说他的海军实力已经到了某个程度以后，不再像以前什么低调了、回避了、装傻了，对不对？那现在上一次长沙舰呢，也是面对4条美国的船，也是这样做，让这4条美国船跑了。后来长沙舰获得1级战功奖，就受到习近平的表扬。换句话，这个表扬一开始对所有的解放军的军舰就说，你们敢于去面对，比你优势啊，数量比你多的这个美舰呢，展示你的实力。所以这是太原舰也是同样把这个炮衣打开，通信打开，所有的这个战备摆出来。那么这就是很简单的讲 chicken 游戏嘛，你要跟我拼，那就来一下吧。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不像以前人家一天到晚在你面前示威啊，在你南海这边巡弋啊，那就是一个表态。第二个，我讲这个无人机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我们买的是什么飞弹呢？是那个无人机是在俄欧战场上初期弹簧刀表现了一下，后来弹簧刀就慢慢就退出这个战场。换句话说，生产的这批弹簧刀不再被人家采购。那我们买这个美国的武器啊，有个惨痛的经验，
各位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才演的汉光演习，我们那个托式飞弹对海上射击，托式飞弹很早我就认识这个飞弹，精度很好的。那怎么我们汉光演习打的时候，每一个都打出去才200-300公尺就掉到海里呢？那就是库存品嘛，各位，库存品是代表失效的产品。因为这个弹药时间久了，它化学的推进剂啊，药性也改了，对，晶片也可能这个受潮了，所以完全就没有作战的效果嘛。托式飞弹可以打4000码的战车，很准啊，精度在90%以上。那这个表演就是我们汉光演习还拿出来是选过的弹药来打，都是这样。那最近菲律宾美国给他的海马式试射也是失败的，那显然海马式也是库存品嘛。然后我们这个采购名单里面还有一大堆鱼叉飞弹，讲起来是我们用来对海上的拦截用的。后来据新闻报道，这个鱼叉飞弹是美国海军的第一批产品，也到现在早就退休了。然后再加上你看刚刚那个新闻，美国由于这个航母线上的 F-18大黄蜂要退了，所以他才要补300架的这个 F-35。对，这个 F-35是一个所谓垂直起降，它就身上等于带了要2套引进的能力，一个要垂直，一个要平行嘛。所以马克思这个是对现代科技相当有了解的，他才会骂这种再去买 F-35是白痴嘛，因为他的眼目中间将来的美国的空中优势是要太空军来担任的，他自己在太空领域上是有相当的成就，所以你现在还拿这个 F-35在比解放军的歼35，你可能会输嘛，你还面对的歼20嘛，那你再去采购这300架不是白痴吗？所以他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第二个就是因为他要买300架 F-35B， 他的钱从哪里来？库存品出去讹诈嘛。我们买的这个无人机报价到100多亿，最后又退55亿，因为洛克希德跟雷神公司很多都查出那个假账嘛。对，这要不然这里面就是退佣，不敢再收中间这个钱了嘛。那这个我们国会一定要查。对，你凭什么60亿最后降到55亿呢？那是不是中间贪污的人不敢弄了？对，因为美国在查呀。雷神公司不是上次查出来有弊端，不是退钱给我们吗？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又要买库存品，还要浪费我们的预算，还要买回来不能打仗的东西。所以顾立雄不该是这个态度啊，怎么好像就这样子轻轻的？那我们就多买一点嘛。那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我就延续我们帅大将他所提到的 F-35的问题啊，因为 F-35确实马斯克他是站在科学家、一个工程师、科技人员的角度来看这个 F-35 确实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的期望又多，每个人的要求也多，所以都加在他身上，加在他身上一开始就走错了本来是要高低搭配，或者是我们叫做轻重搭，也就是 F-22跟 F-35。要作为高低或是轻重来搭配，这样的一个作战这个就好像帅大将军最常讲的，就是说一个是踹门的，一个是门打开以后的特警部队就冲进去了，然后就开始进行战斗。那 F-22本来就是踹门用的嘛，F-35本来就是踹门之后冲进去，然后开始进行战斗。可是问题就在 F-22后来设计错误。设计错误以后改不过来了，因为它在高速的时候，它的龙骨它会产生一些问题，也就是它结构会出现问题，没办法改了怎么办？后来就停产了。停产以后，他就把一些功能，就是 F-22的功能移到 F-35，所以 F-35从轻型的就往上提升了。那每个人都把期望加上去以后，它变成四不像了。四不像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在空战的空优也没有了。然后在重型的也没有了，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我们常讲的四不像的飞机。其实美国的空军司令最常用的就是他们用的一个词，讲 F-35的时候，他们过去常常用的一个词就是那一坨屎就是他们常讲 F-35就是那一坨屎，这是空军的资深飞行员他们最常用的这个字来形容他们的 F-35。所以我觉得马斯克对 F-35的批评并不是没有立足点，也不是没有基础。现在它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它的涂料非常容易散掉，
所以他要不断的去加涂料，可是涂料又很贵，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发现他的维修时间比原来的设计还要再长1倍以上，可是这个对战机是不好的，尤其在战争的状态下的时候，你的维修时间要花那么长，然后又贵，然后又容易坏，那这样的一个战机基本上就不符合军队的使用。这个我想可是美军你说，马斯克批评完了以后，美国空军还是在签协议，因为没有可替代啊，没有东西。他没有啦，他没有第6代战机啊，对，连影子在哪里都还看不到，那你怎么办？你空军就很无奈嘛，因为他眼看着解放军啊，这个歼20数量越来越多，眼看着这个歼35都出来了，他怎么办？那将就吧。所以我就觉得说，美国空军有时候也很可怜，你就将就用那一坨屎吧。好，我们来问一下苑老师。我觉得首先要讲啊，就是说有关于马英九请这些年轻代表，当然呢，里面包含了马龙跟杨倩的话呢，他们是奥运金牌得主吧？因为我们这几天为了台湾不是中华队得到了世界冠军的棒球以后，也感觉很高兴嘛。因为这个是运动本身来讲，不要牵涉太多的政治，而且尤其是官员放话啦，又是强调，就让跑到我们谈到政治系里面有一个副教授在那边讲说，这个讲的这个绘声绘影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不好啦。为什么不好？因为你这个人家是经过申请的嘛，你事前可以讲啊，对不对？我们在讲啊，所有的啊有民进党的不要去大陆，然后有共产党的不要来台湾。你这没有规定嘛？人本身来讲，个人什么叫做加入一个政党啊？你知道那个川普的话，原来是民主党，后来又共和党，后来又民主党，又是共和党，来来回回嘛。这个其实都是很自由的一个事情嘛。你既然号称啊，你是这个民主自由的环境下来讲的话，你现在到人家来的前一天出来这个事情，对不对？那前一阵子胡歌来的讲的话呢，你怎么讲说是就是这个也不欢迎啊？那这个基本上不让人家出去什么的，小鼻子小眼睛，缺乏自信。我们后面讲的2个消息啊，其实刚好堆砌起来啊，就是大陆的自信所在地啊。第一个的话呢，这个马斯克所强调的这个无人机的时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珠海那边看到的航空展，有个叫9天的就是叫做空中航母啊，它一拉下来像小蜜蜂一样飞出来。马斯克讲的是这个。你现在话呢，这里面每一个这个空中航母出现了这么几百架、几千架的无人机的话，变成一个炸弹，你一般对你那个F-35包得紧紧的，那不就完蛋了吗？他讲的主要的目标是说，你这个已经是过时的设计了，你还卖这么贵。但是想到这么贵的时候，我前阵子还听到《华盛顿邮报》还讲说，那个台湾还考虑说现在利用机会啊，跟美国买上百架的这个。不止反正尽量能买就是好时候啊。一个姓苏的嘛，那么这个发表这个高见，认为这是买 F-35的好时候，现在被马斯克打脸了，就是买了对吧一坨屎啊，买好几坨屎。那这个不管用，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之所以就忽高忽低我跟你讲这个忽高是高60亿忽低又少60亿这个不得了啊！对，这个为什么？因为美国自己的司法抓了好几次一次就是你卖的东西根本不值得，然后另外一次的话呢，就是要洛克希德马丁退钱，这历历在目嘛。这个基本上就是上下头磨，人磨不脏的结果。被抓到以后，害怕被抓到以后，又赶快把这个退租退钱又什么的退回来。我觉得真的是很悲哀啦。但是没有它的用处这2款无人机跟大陆那么多种无人机，那个根本就不要比，我们自己无自己，但是赚钱第一那买来干嘛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重点是付钱重点不是。